泰国拥有着非常浓厚的宗教氛围，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国家。无论你是喜欢自然风光，还是文化历史，还是美食娱乐，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目的地。这也是很多人刷护照版本的首选地。如果你今天也打算来泰国旅行，那么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到你。视频开始前，我要声明，本期视频接下来的内容并非对泰国的宣传和推广，本人也并非认可泰国版本的安全。为了确保大家旅行的安全，请在家人或好朋友的陪同下共同出行。OK， 声明说完，那么接下来和我一起开始今天这趟旅程。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在2023年的今天，你在泰国最值得去的旅行 Top 10。我们从排名第10的 Loei 李府的 Ghost Festival 开始说起。Ghost Festival 泰语 Pittakong， 它是泰国东北部 Loei 省丹塞县举办的一个传统节日。为了纪念一位神仙化身的王子，他给人民带来了幸福和丰收。当地人民为了欢迎他，就戴上鬼面具上街游行。节日的举行寓意是为了庆祝丰收及迎接雨季的到来。节日里你会看见各种各样色彩斑斓的鬼，你会看到硕大无比那种贼可爱的灵车，还有一些和鬼玩疯了的人。整个街上大家都在蹦迪。这个节日几乎没有什么外国游客，路上也有很多泰国 local 的小吃，非常值得一来。Pittakong 在泰文中也意味着面目凶恶的鬼。每年会在6月到7月之间举行为期3天的活动，这个具体的日期其实是由当地的灵媒来决定。我们当时去那边包含往返的车票还有住宿，总共花费是3500泰铢，也就是人民币700左右。那也是我第一次和一堆外国人一起出去玩，从清迈过去大概7个小时左右。交通可能就是这趟旅行中唯一值得吐槽的点。哦，对了，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那么非常欢迎你，我是单人舞吴阳，曾经在14岁辍学成为职业的街舞舞者，最后在17岁成为贝斯手，那么现在20岁，用着2600元带着你们一起环游世界。我的频道主要专注于旅行、以个人成长等具有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事情，非常欢迎你给我点上一个关注。那么我们再次回到这期视频，排名第9的是清迈的 Silver Temple。Silver Temple 是清迈最独特和最美丽的地方之一。这座寺庙是对传统兰纳风格的现代化诠释，从墙壁到屋顶都有银色，里面还有许多银色的佛像和雕刻，它展示了佛陀的生平和故事。这座寺庙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也是一个展示和传承当地手工艺的一个地方。在寺庙的旁边还有个博物馆，叫 The Lanna Craft Wisdom Museum， 介绍了寺庙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参观寺庙价格呢是50泰铢，也是10块钱人民币左右。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寺庙里不允许女性的进入，女生只能在园区里面逛逛。据说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女性，或者说避免寺庙中的那个结界被破坏。但如果你是女孩子，外面会贴个二维码，你可以扫那二维码观看。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去了有什么意思呢？然后从清迈古城区过去大概有20分钟左右。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排名第8名的地方，也就是 Bangkok 的郑王庙。它是曼谷最著名和最壮观的寺庙之一，它位于湄南河的西岸，是一个超大的佛塔式建筑。当时我和猛男一起去的，然后我们2个人在那儿拍了贼多有意思的和帅气那种素材，真的超开心。这座寺庙特色呢，就是它塔身上镶嵌着各种彩色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碎片据说是从中国运来泰国作为船只的压舱物品后被回收利用的。在塔身的周围还有4个较小的塔和一些雕像和建筑物，包括一个普通人不能进入的主殿。在寺庙内部还有一些壁画和佛像以及一些珍贵的文物。来参观这座寺庙的价格，如果没记错，我跟猛男2个人应该是400泰铢一共。你也可以乘坐轮渡从湄南河的对岸过来，也可以乘坐出租车或者公交车到达。这座寺庙早上8点开放，然后晚上6点半关闭。它也是泰国这座繁华都市中较为有名的寺庙景点。那接下来排在第7名的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是清迈的市集。清迈就像个小镇一样，每周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集市，都会有很多人去逛。这里给大家推荐3个。首先是每周1、周2晚6点在宁曼1号的 Vintage Market， 这里有巨多的古着，和小伙伴都觉得我穿得很好看，那通常都是我去各个城市或者不同的国家那种古着市场去淘的。然后我身上的这马甲也是在那个集市去买的，好像是500泰铢，也就是100人民币左右。那每周6的 Flea Market 跳蚤市场也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小玩意儿。我还在那里淘了2个帽子，其中有一个就是非常罕见那种 Carhartt 那种帽子，那里氛围也非常轻松和友好，你也可以和卖家聊天，然后去还价，记住一定是可以还价的。然后甚至说他报1000泰铢，你说个300泰铢，他都有可能同意，因为他们非常的佛系这类的人。然后这是我去的最多的，就是每周日的 Sunday Night Market， 这里应该是清迈最繁华的集市了，它人流量也非常的大，它占据清迈老城区的主要街道和寺庙广场。这个市场是在每周日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开放，这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泰国传统的商品和美食，比如泰式按摩呀、泰式服装、泰式雕刻，还有各种泰式甜点等。说到食物啊，我就想到当时我澳大利亚的朋友 Damien， 他就在那里吃了一个虫子。因为很 local， 那价格也不会贵，但要注意在这种人多的地方就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那在第6名之前，我现在来教大家几句在泰国会很实用的几句话。第一个是你好，就是男生和女生都是不同的，女生是萨瓦迪卡，然后男生是萨瓦迪卡，他们的区别在于女生是有那个延音的，就是那个卡，然后男生他是一个卡，就是一个收音。那第二个就是谢谢你，是卡坤卡，区别其实和刚刚一样的，女生有延音，然后男生是收音。那如果你真的非常想感谢一个人的话，那你就是卡坤马卡，那个第2个音就是坤。OK， 那么回到我们第6名，那第6名应该是本次最豪华的一个地方，那就是 Bangkok 的 Grand Palace。
这是大皇宫 Grand Palace， 是曼谷最著名和最壮观的景点，也是泰国的王室象征和历史的见证。我和猛男当时去那也被震惊到了，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这种皇宫。但不得不说，那也是真的贵。它对泰国本地人是免费的，但对游客就是100人民币，就是500泰铢。这真的是我在泰国花过最贵的门票了。那第5名就是离清迈很近的千道，从清迈去青道大概70多公里左右。那和刚刚我们所说的曼谷相比，这里真的便宜太多了。我们当时吃个饭2碗面也就才10几块钱不到，非常便宜。那里千道 Cave 一定要去玩一玩，那也是泰国北部最大和最神秘的岩洞之一。真的在老挝去那个 Phuket Cave 都没有这个大，而且它真有那种很神秘的那种探险的感觉。当然是那个导游带我们进去的。这岩洞有很多不同的通道和洞穴，只有少数几个对公众开放。票价是40泰铢一个人，也就是8块钱。你去的话，想要更好的体验，也是一定要找导游的。导游是200泰铢，也就是40人民币左右。你找几个朋友一起 share 一下，会很便宜。当天甚至还要看到那些可爱的小蝙蝠们，就是他们都是那种倒挂在上面，甚至你还能听到他们扇翅膀的那种各种叫的声音，还是挺奇妙的。交通方式，你可以在当地找到住宿之后，然后在你住宿的那个地方找老板去租个摩托车之类的，在那边还是非常方便。那边跟清迈跟 Bangkok 都很不一样的点在于，那边车非常少，而且道路非常宽敞，几乎没有什么游客，我觉得真的太棒了。那参观完岩洞之后，也可以推荐你去一下千道 Hot Spring 去泡温泉放松一下。这个温泉它是免费的，这个温泉它有很多不同大小和温度的池子，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池子去泡澡。这个温泉对皮肤也有很好的效果，也可以缓解肌肉和关节的疼痛。这温泉每天24小时都是免费开放、免费入场的。它对面还有一个很大很好看的树，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上去拍照。那接下来就是排在第4名的地方，那就是 Krabi 的 Onam Beach。我们当天从 Krabi 机场出来，真是震惊了。这个机场就是比曼谷、清迈什么的都要豪华很多，而且基本都是欧美游客，没有什么亚洲游客。奥南海滩是甲米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去的话，非常推荐你在傍晚的时候去 Rive 去吃饭，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他们的那个玩火的那个演出，真的贼有意思。但 Rive 的价格其实并不便宜，我们当天2个人一共吃了1200泰铢，也就是人民币240块钱左右，应该跟国内一线城市像上海、北京之类的物价差不多了都。那如果你在纠结是去普吉岛还是去甲米，那我非常推荐你去甲米。那排在第3名的就是 Relay Beach， 也就是甲米的另一个海岛。建议喜欢攀岩的朋友就一定要去一下，就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攀岩圣地之一。如果你想参观这个海滩，也可以从奥南海滩乘坐长尾船到达。船票价格其实是根据季节来定的，但一般都在100到200泰铢左右。我们当天是200泰铢。那如果要攀岩的话，价格一般在1500泰铢这个样子。当天我们虽然没有去攀岩，但在海滩边体验了非常绝美的日落，特别的浪漫。那接下来这个地方，我非常兴奋的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Koh Phi Phi 的 Phi Phi Island， 这真是一个仙境，把它放在第2组里凸显出了它的喜爱了。这我在泰国之前就知道一个地方，所以在离开之前看到那里，而且一点都没有失望。一般皮皮岛之旅，你可以去奥南海滩街上的那个 tourist information 去挨家问。我们当天成交价格是1300泰铢一个人，包含了午餐和快艇的费用，还有你的 snorkeling 就是浮潜。我们问了10几家，价格基本上都参差不齐，但如果最终能讲的这个价格也基本都差不多了。那在那里你能去到非常棒的 Bamboo Island 去游泳，那水真的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最清澈的水了。当天我还很幸运的认识到一个给女足世界杯拍照的一个美国大叔 John。在 Phi Phi Island 上面最值得观看的其实是 Maya Bay， 也就是玛雅湾，是电影《海滩》中 Leonardo DiCaprio 也就是小李子扮演的主角发现的那个理想之地。不过呢，由于过度的旅游开发和污染，这里的生态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从2018年起，这里也被暂时的关闭了，用来进行恢复和保护。所以各位在旅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就是一定不要乱扔垃圾之类的，做好一个游客基本的素质。那么最后就是排在第1名的地方，那就是清迈的 North Gate。那你很好奇为什么会是它？它不是一个什么很棒的景点，它也没有大皇宫那么辉煌的建筑，没有集市那么多人，也没有甲米那么美的仙境，只是一个能容纳30多个人一个小小的 jazz club。但它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它让我回忆起曾经我在跳舞和学习贝斯的那段记忆，让我想起14岁辍学时，每天一个人待在舞房里8到12小时努力练舞，经常因为高强度的训练练哭练吐都是很正常的，最后还拿到一些不错的奖项，让我想起当时一个人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琴房一个人练习贝斯，一练一整天的那种沉浸。所以觉得每一个人都只是想单纯的把音乐玩好，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我还记得当时我在 North Gate 背着一个装满了我所有器材的包在那里跳舞，在那一刻仿佛我过去和现在都串联起来了，就像一个时空的交界点。是的，背上背包我是那种创作者，而放下了背包我是一个职业的舞者艺术家。在泰国待了3个月，这90天的旅程让我明白了旅行的真谛。我想分享给你，真正的旅行应该在旅途之中，而非无意的在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的跳转切换、拍照打卡然后回程。
我们应该专注于当下的感受，体会脚掌与沙滩、海洋和草地接触时那种心流的体验。当然，也许我会在某一天又回到过去那种样子，但是这就是旅行有意思的地方，在旅程中不断的修炼自己。是啊，我又多认识了自己的一些，因为我知道 I'm traveler instead of tourist。OK， 各位，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这期视频能对你泰国之行有所帮助和启发的话，请一定要点赞、收藏，同时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我是人物吴阳，那我们下周再见。I will not let you